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不眠日白敬亭这次赢麻了，他演了一个怂萌又倒霉的普通小人物，结果全网都在夸。新剧《不眠日》里，他演了一个怂萌又倒霉的普通小人物，结果全网都在夸。而另一边，成毅的《富山海》被嘲到铺穿地心。鹿晗更是因为早年一部《上海堡垒》至今没翻身，这对比也太惨烈了吧！说到底就一句话，演员千万别硬演和自己不像的角色。不眠日刚开播的时候，热度其实挺一般的，宣传几乎没怎么做，很多观众甚至不知道白敬亭有新剧上了。但才播2天，口碑就突然起来了。不少人一边吐槽剧组穷得连热搜都买不起，一边忍不住安利白敬亭这次演得太对位了。他这次的角色就是一个典型的普男，没什么光环，有点小聪明，但也经常犯傻，嘚瑟不过3秒就会被打脸。尤其是他那副破防的表情，好笑又真实，完全看不出明星架子。这种小人物路线反而让白敬亭找到了最舒适的表达区域，不像之前在《南哄》里演大帅哥桑延，被吐槽得很惨。那时候很多人说他明明长得挺清爽，但一演高冷男神就违和，鼻子和眼睛的缺点在镜头里特别明显，再加上没什么性张力，整体感觉更像一个自我攻略的男大学生，和原著里那种冷感帅哥完全不搭。但不眠日里，他彻底放开了，整部剧仿佛成了他的个人搞笑专场，被欺负、被吐槽、被现实毒打，每一段戏都特别自然。网友纷纷说：“白敬亭，你就该多接这种角色。”反观另外2位90小生成毅和鹿晗，最近的处境真的有点难。鹿晗这几年几乎淡出了影视圈，偶尔出现在综艺里，或者开演唱会，但拍戏方面基本属于躺平状态。很多人说他从顶流位置滑落，转折点就是2019年的《上海堡垒》。这片子当年被骂得有多惨，估计不少人还记得。他在电影里演一个硬汉型的军人，但怎么看都还是那个清秀爱豆的模样，观众完全不买账。评论说他像军校里混进了一只小白兔，气场完全撑不起来。尽管他很努力的去演了，但违和感不是靠拼命就能消除的。上海堡垒扑街之后，鹿晗的影视路就基本停摆了。后来也转过几次他要接新本子，但最终都没什么水花。现在不少人甚至觉得关晓彤发展的都比他好，感情上也屡转分手。一代顶流，如今却渐渐在影视圈悄无声息。而成毅最近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新剧《富山海》播出后，收视一路走低，市占率连20%都守不住。被讨论最多的不是剧情，而是他在片场手里拿着剧本的穿帮镜头。很多人质疑，演员拍戏时不背词吗？这也太不专业了吧！虽然粉丝紧急解释那是走戏时的花絮片段，被误剪进了正片，也有业内人士帮忙说话，说演员带剧本是正常现象，但争议并没有停止。更要命的是，成毅这次的古装扮相也被吐槽了。他演的萧秋水本来是个潇洒侠客，但好几个镜头里看起来五官粗糙，角度诡异，甚至有人截图说莫名撞脸杨迪。不是说他丑，而是他的气质真的不太适合这种飘逸美男类的角色。成毅其实之前在《莲花楼》里表现不错，那种带点沧桑、隐忍的角色更适合他。但这次《富山海》里的形象，观众普遍觉得接地气到了幻灭的程度，完全代入不了这是个大侠。这么一比，白敬亭真的是聪明太多了。他也许不是演技最强的那一个，但他很清楚自己能演什么，不能演什么。南哄算是试水偶像男主，结果反响一般，他立马调转方向，
回到那种带点喜剧色彩的小人物赛道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而鹿晗和程毅，一个明明长着一张爱豆脸，非要去演钢铁军人，一个更适合正经糙汉路线，却反复在古装美男里打转。观众不买账，真的不能全怪剧本。演员选择合适的角色，真的太重要了。不是所有演员都能驾驭所有类型，硬要挑战不适合自己的，翻车几率远远大于成功。白敬亭这次被夸不是偶然，他只是做对了一道选择题，演自己最适合的，比演看起来最帅的有用多了。